母乳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你知道吗？一滴奶等于10滴血，母乳真的是妈妈的血液形成的吗？母乳真的比奶粉更有营养吗？今天这期视频，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母乳的真相，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。2020年，我国一位刚生产完的女子青青，为了能够让宝宝随时随地的喝奶，于是用吸奶器吸奶，然后放冰箱保存，没想到吸出了一瓶血奶。还有2023年，另一位叫做小王的产妇也在吸奶后吸出了红色乳汁，看起来就像血液跟奶汁混合在了一起。这样的案例时有发生，但事实是这些案例并不是代表乳汁是血液产生的，要么是乳房破损所以出血，要么是因为孕期乳腺扩张导致毛细血管出血了，所以出现了血乳。而真正的乳汁其实是乳腺产生的一种液体。大家都知道乳汁是乳腺分泌出来的，在女性怀孕期间，雌性激素和孕激素会蹭蹭往上涨，而乳腺就在这些激素的刺激下发育起来，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分泌乳汁而做好准备。等到女性终于把孩子生下来之后，雌性激素和孕激素又蹭蹭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催乳素增加。于是在催乳素的刺激下，乳腺将母体里的各种营养物质、蛋白质等等合成，然后形成了乳汁，然后通过乳管流出来。乳汁的形成过程中确实有血液的参与，但血液只负责将营养成分运输到乳房，让乳腺吸取，然后合成乳汁，所以乳汁并不是血液。那么另一个问题，乳汁真的比奶粉更有营养吗？喝母乳长大真的比喝奶粉长大的宝宝更聪明吗？这是我国一位叫做静怡的产妇生下的一对双胞胎，两个孩子都因为早产身体比较虚弱，尤其是双胞胎中的弟弟身体素质更差。因为一个人喂养2个孩子，所以静怡打算只给弟弟喂母乳，哥哥则是喂奶粉。就这样喂了几年之后，静怡发现哥哥和弟弟的身体出现了差别，哥哥的身高体重都不如弟弟，但是智力看上去并没有出现什么差别。静怡这个案例曝光之后，让所有人越来越觉得奶粉不如母乳。但真要说起来，现在奶粉中的营养物质跟母乳中的成分是非常相似的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母乳中含有一些来自母体的抗体等等，这些奶粉没办法提供。所以喝奶粉和喝母乳最大的区别一般都是在免疫力上，但奶粉也有好处，那就是比母乳的营养更加均衡。当然这些区别都是因人而异的，并不是每个产妇的母乳都比奶粉要好。首先像是水果蔬菜一点都不吃的产妇，这种母乳就会严重缺乏维生素，尤其是维生素 K。 维生素 K 可是对宝宝的骨骼和血液都有极大作用的营养成分，缺乏维生素 K 的宝宝很容易出现脑出血的情况。还有一种是从来不爱吃内脏也不怎么爱吃肉的产妇的母乳，这种产妇本身就很容易出现贫血的情况，母乳中自然也是缺乏铁元素的，结果导致孩子也缺铁贫血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觉得自己的母乳已经足够有营养，所以不给孩子补充其他营养素的产妇，母乳再怎么有营养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宝宝的生长需求。如果你是以上这几种情况，那么还不如给孩子喂奶粉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的小伙伴有疑问了，大人还能喝母乳吗？这是成人人奶交易的现场，花1500块钱，甚至能躺在女性怀里喝奶。不愿意花这么多钱，也可以买到这些女性提前挤出来的新鲜人乳，美其名曰是为了满足一些人对母乳的怀念之情，甚至还能包月喝奶。但事实是，这些所谓的人乳交易已经完全不单纯了，背后其实是成人交易，花更高价格还能干别的不正当的事儿。当然，这个人奶交易的产业链已经被警察给彻底打击干净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正题，大人还能喝人奶吗？真要说起来，成年人喝母乳当然是可以喝母乳的，母乳对人体并没有伤害，虽然可以，但是没必要。母乳中虽然含有蛋白质、氨基酸、脂肪酸、维生素、钙、磷等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，营养极其丰富，但是再怎么丰富也只能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。成年人喝母乳已经不能吸收到特别多的营养了，因为成年人身体各个系统发育已经成熟了。那么有人有疑问了，如果是身体素质不好的人或者老年人，是不是能够喝母乳补充营养呢？还真有这样的案例。2022年，河南省安阳市华县一位89岁的老人因为脑梗无法进食，当时还处在疫情管控期间，医院的营养餐厅停滞，老人没有营养餐吃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医院有一个刚生完孩子的护士，他想到了用自己的母乳喂给老人，没想到老人吃了之后还真的撑了过来。你对喝母乳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，欢迎评论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见。